美国在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，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中国也许成为美军制造出来的伊拉克。今天这个话题我从3个方面来说，联系起来才能说得清楚。第一个方面，说说2003年3月开始的伊拉克战争起因。很多人以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，但美国战后并没有抢走伊拉克一桶石油，石油只是借题而已，本质是石油背后的美元霸权体系。战争在世界油库的中东地区一打响，国际油价立马上涨，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立即增加，美国就赚大钱了，并且战争一打响，大量的美元立即逃往美国，这就实现了美元回流，全世界的羊毛就这样被美国剪了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扬言将考虑不再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，这就会对美元的霸权产生重大的影响，美国人不打你才怪。第二个方面，说说美国人用什么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。打仗总得有个理由吧，什么理由最好呢？那就是强加给一个令大家都感到恐惧和愤怒的理由才行。于是美国把世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当成依据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用洗衣粉作为证据，诬陷伊拉克拥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、化学武器。于是美国赢得了多个国家的支持，组成盟军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。第三个方面，美国想不想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？在美国人的眼里，中美之间的现实情况就是不是美国死就是中国亡，所以美国必须发动一场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才行，即使不是全面战争，也要一场大规模的作战才行，才有可能搞垮中国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试想一下，当年的伊拉克根本就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，而今天的中国不仅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贸易互换、人民币结算的协定，人民币还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美元霸权。这还不算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中国超越美国也是不远的事了，美国能够容忍得下吗？这就是美国全力以赴一定要把中国搞垮的根本原因，是为了继续维持他岌岌可危的霸主地位。这也就是特朗普执政以后，在他的后期对中国无尽疯狂的原因，同样是拜登上台以来比特朗普更狠、更阴、更毒的原因。因为美国人的确感到了极大的焦虑，但眼看通过和平演变搞不垮，通过扶持中国的分裂势力搞不垮，通过乱港实现乱中也搞不垮，通过贸易战、科技战等等都搞不垮，用台湾签字还是搞不垮，反而逼迫中国并促进了中国稳定和高速的发展。台湾被收复也是不是近在咫尺的事，尤其是在美国和全世界都还在深陷新冠疫情灾难当中的时候，唯有中国依靠强大的制度优势战胜了疫情，经济发展一枝独秀。你说美国是不是更加恐慌？那么美国要把中国干下来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，这就是病毒叠加军事战争。如果要和中国开战，靠美国自己绝对只有失败甚至是惨败的结果，所以他必须联合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一道对付中国才行。因此拜登一上台就开足马力组建反华新联盟。但怎样才能联合到更多的国家一起对付中国呢？那就必须给中国找一个令全世界都愤怒、一起仇恨的理由。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新冠疫情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理由。作为资深的政客，拜登想用对待伊拉克那一套老把戏来对付中国，也就是用洗衣粉作为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的证据，这种嫁祸手段来对付中国。他已经把中国视为第2个伊拉克了，所以下令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，而且是针对中国的，这本身就很荒唐了。因为中央情报局又不是病毒研究机构，怎么会有能力进行病毒的溯源呢？但拜登总要有一个具备崇高的权威机构拿出的报告吧。3个月之后，也就是拜登给他们定下的时限，当美国中央情报局按照他的要求拿出调查结论，一口咬定新冠病毒就是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时候，美国必定会使出3根大棒。一根是赔偿大棒，发动全世界多个国家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、资金与合作项目来赔偿损失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中国的经济就会完蛋，
还会产生连锁反应。第二根就是制裁大棒，联合尽可能多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制裁，效果与前者差不多。第三根大棒就是战争，强行把新冠病毒的起源罪名强加在中国头上，要求中国进行赔偿。如果中国拒绝，那就联合被病毒团结起来的那些盟友们一道，采取军事行动，把中国视为当年的伊拉克，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